好的，那么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带来这个传说中的《西游轍传》这个群魔乱舞 Plus 版，那么也就是说群魔乱舞的这个咱说专业版啊，反正你可以这么说。虽然说也是这个官方升级加强版的这个改版，但是这款游戏做到了非常经典。那么在咱们这次通关呢，是来自于丢失的节操打了一个教程版的小龙女的这个通关。那么这款游戏呢，除了有5个常任这个角色之外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龙马、龙女和沙悟净。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位角色，你比如说有小银角、蜘蛛精。还有这个白象、老虎啊、红孩儿，包括这个什么，这个金鱼啊，反正是呢，这个多了一些角色。这些角色呢其实在这个版本当中呢它各有各的优点。但事实上呢，个人觉得吧，如果说想要玩的话，比较习惯、比较设计的比较合理、比较综合的，还得是咱们的这些常主人物。那么有很多这个，比如说重新设计的人物呢，比如说这些 BOSS， 非常的变态，什么的，比如说类似于像红孩儿的原神出窍，像小银角的这个普通攻击啊，都是非常变态的。但是呢，这款游戏呢，如果要是奔着这个玩的过瘾、玩的这个爽玩的话呢，你可以在每一关进行变人，然后你比如说把人你比如说第一关不是龙马克这个金角嘛，所以说呢，也就是说木克土，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变成龙马来克一下进行换进主场嘛。当然呢，其实不这么玩也无所谓。咱们这一次呢，主要是打一个教程的通关，因为在这个群魔乱舞版本当中呢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定，就是说你满气儿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超级必杀，一个定屏的全屏必杀。那么这个必杀呢，厉害在哪儿呢？就是说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高的伤害，奖分也非常多啊。当然呢，奖分呢不太重要，起到一个非常高的伤害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这个全屏伤害，而且不带控制到。你比如像 BOSS 呢，虽然说 BOSS 有的 BOSS 可以动，但是呢，毕竟它还是费血的，全屏费血啊，屏幕外面就没招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必杀呢打血也非常多啊。在关键时刻呢，你用这个一个大腕的必杀，它会把你强制变成这个没有腕，然后但是还剩半管。这个设定呢，说实话呢，就是非常不错了啊。因为毕竟呢，不是你氪的关，你不是像每个人都有乾坤10连斩，而且呢，也不像那个，比如说像浑元功把气儿浪费的那么彻底。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，这个大必杀在最后收尾的时候呢，是非常过瘾的。全屏秒外不说，而且打 BOSS 呢血量是非常多的。咱们先不扯这个啊，那么既然是教程通关，咱们来告诉一下，它这个乾坤10连斩呢，在这个版本当中呢，它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主客场之分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可以练随时随地练这个乾坤10连斩。因为乾坤10连斩呢它你看这个 AABB CCABB 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呢这个要跟你们说一下，它虽然说呢这个不用氪。这个不用主客场都可以练，但是呢，因为它并不是这个无敌的。你比如说你在刚开始打的时候，刚开始练 AC 的一瞬间可以被破掉，但所以说呢，也就显得不是那么无敌。不过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版本，不管是这个群魔乱舞还是这个 CS， 也就是西游轍传 Super， 它的这个 AC 的这个乾坤10连斩呢，都是不费大腕，这个大腕的气儿是满了，你只是费一管气儿而已。它上面那个万字的那个标志还在，所以说这个也就显得不那么变态了啊。这时候几种终极技能的形态，比如说浑元功连拍10下，然后乾坤10连斩呢就是这个一个组合技。那么这个每一个都不是一样的。你比如像刚才我说过，乾坤10连斩就是只费当前的气儿，而不是把这个万字给消失。而这个浑元功呢就全消失，而这个超级大必杀呢就是这个消失一大部分，还剩下一半。这有的时候很多人剩一半，那跟没剩一样，还要补好多能量。其实你不要这么想，因为剩一半的话呢，你比如说你可以这个利用一定时间补回来，这样的话你可以练一些比较无敌的技能。比如说像什么变小了之类的当然呢，咱们高手玩这个游戏，尤其是玩群魔乱舞，基本上来讲呢，就是非常简单了这个咱们就是一个教程通关，甚至呢玩群魔乱舞比咱们的这个正常的 CS 还要简单你们比如说玩 CS 玩不过比如第3关就懵了，你可以选择来打一下这个西游轍传的这个 Super 版本的这个群魔乱舞，你们可以来试一下。那么这个群魔乱舞呢，其实也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设定，就是说你可以选关，
关卡你可以选择，你比如说这个有的人呢啊，觉得第3关比较难，先打第3关，啊，把第3关打，因为第3关你上来你就是满血嘛啊，然后呢这个或者说你先打一些这个其他的关攒点宝，然后再把一些自己认为特别难的关再打过去啊，就像那个田忌赛马一样，可以自己来设定，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原因。咱们看现在是来到这个所谓的什么千佛洞里面啊，当然事实上。这个地方呢，在《西游释厄传》里面是可以不选择进入啊。当然，这个在 CS 里面是必须要进入的。当然，咱们可以看到，来自于这个如果要进到下一个地图的话，也是没有必要啊，可以选择不进入。不过呢，咱们可以看，又是钻开玉柜，这个一堆小怪，基本上在这里呢都是利用，你比如说龙马就利用秃木桩。而这个小龙女呢，就是利用咱们这个无影刀之类的，然后刻一个9出来之后呢，一会儿呢还有这个什么小红豆啊、小这个玉净瓶之类的啊，可以补血，咱们就无所谓。在这里呢，稍微攒点气儿，把气儿攒成大万，然后前左右。好了，这样的话是什么人在我这儿吆喝？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小怪的血量呢啊，它跟 CS 呢还是不一样的。给人一种稍微多一点的感觉，但是智商呢啊就不是那么高。所以说 CS 呢，小兵基本上你有武器的话，你捅2下就会死。但是呢，在这个群魔乱舞里面呢啊，基本上你要普通攻击的话，要攻4下。你看，要4下才能死。好了，变成一个扔一个小红豆，变成大万，选择元神先打一下，再一个元神，直接元神之后呢，咱们可以看到火氪金，啊，火氪金之后呢，咱们看啊，这是第2关火氪金。那么基本上克小龙女的人只有一个啊，就是这个火，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这个红孩儿。那么再往后呢，就是大幻魔。但是大幻魔呢啊，作为最终的 BOSS 啊，也就那么回事啊。你除非用沙悟净去克它，那么也反正也不见得有多么克啊，反正无所谓，就是乾坤10连斩嘛。咱们看被克局这个地方呢，是长气儿特别慢的一个照射镜。再长点气儿，再一个照射镜，满气儿基本上差不多。下上起手，再下上，最后一下，好了，直接转死。这样的话呢，是破开这个幻境，然后呢放一个定珠定上，把气儿长满，回身一个元神出鞘。哎，咱们看呀，只要再一个元神打中，可以再选择用大元神啊，就是传说中这个。元神出鞘用这个 ABC 版本啊，或者是 AC 版本的那种元神出鞘，它这个不是 AC， 叫是 BC 啊，就是正常不是前正摇手啊，前正摇手是发这个元神嘛，你可以前正摇 AB， 好像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我当时设定的是这个 ABC 是这个补气儿的啊，当然事实上 BC 啊就是上 BC。就是传说中这个上 BC， 其实我就是用 ABC 来补气儿，然后 ABC 呢，它可以选择就是直接练这个超必杀。正常的你要练元神，就是前正摇手；如果要是这个练这个大必杀，就前正摇 ABC。啊，反正我是这么练的啊，具体怎么练呢，还是能练出来就行啊。咱们看现在呢，这个按照正常的路线去走，这个它在这个版本当中呢，正常第3关不应该是这个水关吗？但是在这个版本当中，如果按照它这个路线走的话，你不选择。就是传说中的这个车十国啊，这样的话，这边是先是这个一个鹿，然后一个羊，一个老虎，大家都了解。这边呢是小红豆，直接顶回来放满气儿，可以看到先一个 AB， 然后乾坤，这个乾坤10连啊，这个非常适合。咱们看捡起来之后，哎没捡起来，好了一个元神打到角落里面，再一个乾坤10连斩。可以看到这招的血量输出呢是非常靠谱，再捡起一个1000分，运气非常好，起身压制一个乾坤，直接转死。好了，这种玩法呢，基本上就属于就是滚刀肉啊，贴着你走，不给你任何的机会。好了，看看打回来有个小红豆啊，这里面居然是变成了一个人参，它这个跟之前版本的道具啊，可能产生也不太一样。好了，这关是由于是金克木啊，反正是克不克的啊，都能使用乾坤10连斩，咱们就不去考虑那些有的没的。这个所以说呢，咱们一些菜鸟呢，也可以像他们这样的，像这个教程里面这么写的这么玩啊，就是真的可以用这个乾坤10连斩，非常非常的烂。就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像就是乾坤10连斩放完之后，一个1000分，或者说一个这个啊一个小红豆。好了，乾坤10连斩。
传说中一个歌星出台，放一个定先定住，然后再长气儿，正好一个定可以放，基本上长满差不多一个元神出鞘，然后再乾坤10连斩压起身，可是这个羊跑了，回身再一转前拳，然后捡起这个1000分，在这个坛子里面是有一个1000分的，一个元神，再直接选择起手这个 AC， 可是呢并没有打到人，只打到最后一下，再放一个定珠，但是没有定到这个小羊啊，说小羊，说羊 boss， 压起身死了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，回身一转，好的。反正 boss 很傻，你练必杀他也过来啊，明明他可以躲开，他不躲开，这就是 boss 啊，他特别傻的地方，没办法啊，这就是这个智商压制。好了，接下来呢就是老虎，这地方有一个密室，可以选择先把这个推过去，不过好像咱们没有这个意思了。好的，一个 AB 血杀，血杀的伤害非常高。好了，还有一个小红豆，捡起来的时候呢，顺势呢是变成一个这个集气儿的状态，可以快速取消。好的，再来一个小红豆，正好3个小红豆卡过来，打死这个怪呢，老虎就出来了。咱们看这个老虎啊，小的们把门关紧了，一个超级大波，遁入幻境。这样的话就是主场遁入幻境，开局先打一个 AC。然后你可以看到长气儿速度非常快啊，等到缓缓落地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再次的把气儿加满了，然后再次的 AC， 基本上这就是主场优势啊，这个真是，但是呢，这个 AC 可以取消，刚才没打着，元神出鞘压起身，然后 AC 压住，好的，直接 K 死，这样的话是金克木呢，这个你看啊，他克你的时候把你杀死，他就杀死了。这个你如果克他把他杀死，那真的就是杀死了啊，就不像那个他就是如果他克你把他杀死之后呢，你出来还要这个就是幻境嘛啊，那是假的，出来还要把真身打死。但是呢，在这里面呢，你把他打死就打死了啊，所以说主场特别厉害。好了，这样的话选择了正常的还是正常路线啊。它这里面所谓的正常路线呢啊，设计的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这个通天河在水关啊，本游戏里面唯一的一个水关。那这个通天河啊，其实设计的还是比较难的，所以说呢，它把它变成了第4关，还是可以理解的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可以看到水里面一共有3个 BOSS， 先是海胆王，然后金鱼精，最后呢是传说中的这个大水怪，也是被称之为这个非常猥琐的一个 BOSS 啊。基本上，如果你会玩行，你如果不会玩，那么这个大水怪是非常非常猥琐的。好的，先加满气儿。有一个密，其实呢，他一直没有练那个就是噬恶剑那个大招。什么叫噬恶剑的大招呢？就是说这个练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前正摇 ABC， 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变成一个满屏幕全噬恶剑的这么一个必杀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你包括龙马呢，就是一个8部天龙啊，一个天龙8部的一个图啊，一个龙。如果要是孙悟空的话呢，就一堆那个这个元神出鞘那个大金刚啊飞过去啊。当然这个。这个红孩儿呢也不一样，红孩儿的他的大元神就是传说中的这个一个碧水精灵兽啊，出来吐一个火啊，当然这个也就这么回事儿啊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慢慢引怪元神，好了，把这边的大水怪反勾引回来。如果让你快速往前冲的话，他会先放出一个，就是用自己的这个不是大水怪啊，用这个小海胆形成这么一个攻击啊，所以说你如果往前靠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前先一个元神，先把它勾引出来，再元神卡位，可以看到连续的放这个刺儿。好了，噬恶剑。其实这种大型宝物啊，在这里面基本上也就这么回事儿。捡起来之后，选择这个元神出鞘，这个加时间宝物啊，扔那也就扔那儿。好了，再次的用这个元神。反正啊，这个有的时候 BOSS 呢，可能在咱们面前呢特别变态。有的时候你掌控不了那个能量，你也掌控不了这个时间，哎，一个不小心就被咔小兵再配合一下啊，直接给你打懵了。但高手面前啊，基本上就是你就玩的非常随心所欲。好了，先躲一下这个章鱼，打开之后呢，有一个包子，水里面居然有包子啊，这太嘚儿了啊！水里面应该有海鲜才对啊，有包子。好了，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小兵还是比较多的啊。一会儿呢是这个金鱼精，
这个金鱼精呢是可以进入幻境的，比如说，如果要是你是猪八戒的话，就是土克水。但咱们这次用小龙女通关，咱们就不去做过多解释。好了，选择，哎呦，压起身，这个金鱼精也不反抗。好了，起身，选择一个土遁。没想到金鱼精也会土遁啊，太嘚儿了。看来这个河底下也有这个土啊，你也懂的。好了，这一个密，也就是隐身一，下上起手，再下上。其实这个下上呢，到最后一刻还不如这个 AC 起劲儿。好了，气儿没了，先长一下，然后要放一个小宝，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冰扇呐、或者说像什么照射镜，给你一定的时间把它打倒的这个时间，你可以再长气儿。哎，咱们看看出现了一点意外，一个是恶剑没死，捡起来自己的这个小武器，再一个元神。其实这种情况下呢，可以选择直接的大必杀啊结束。他一直不练这个招啊，这个可能在挑战进那个必杀，那个必杀确实很厉害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他再厉害也没有这么无耻啊！每一关都用乾坤10连斩啊，那才是最烂的。好的，第一个龙洞啊，金刚咒。这个地方呢会给你很多的这个小1000分啊，他们管这个叫气分啊，管这叫气分。但是呢，这个我小气包也可以。但是我事实上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如果要是在这个第3关你很迷茫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掌握好什么小兵身上带这个1000分，然后你打完之后呢，你捡起来这个1000分呢，你瞬间你气儿不是满了吗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设计好，那么就会没谁了。好了，元神，正好捡起来一个超级大元神，下上起手。传说中，你看这个传说中亚洲鲤鱼，传说中的亚洲鲤鱼啊，怎么去解释呢？就是说这个亚洲鲤鱼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传说中美国不泛滥了吗？所以说他还是找不到中国人啊，有中国人在的地方啊，有咱们国家人在的地方啊，这个也就贝爷能够挑战一下啊。好的，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正好一个隐身调满之后，打到一定程度你打不了了啊，就会变成一个大水怪。好了 ，AC 强制组合，打到一半啊，你就强制停了。看一下组合成为一个大水怪，它是怎么变成大水怪的啊？是一只把另外一只这个给吃了啊，变成大水怪啊。这种繁殖方式啊，确实有点猥琐。好了，咱们看看要练大招，利用一个投技啊，非常不错。他抓人的时候呢，这个全屏类型的大招是对咱们造不成伤害的，直接选择发元神啊，不是这个乾坤10连斩。再长气儿放出一个定珠，像他那么玩也可以，反正小红豆，然后小定珠都非常多啊。你基本上你大不了你放小红豆就是重新把气儿放满，要不就是放这个定珠。反正所以说在这款游戏当中特别简单，而且本身这个元神去了啊，这个乾坤10连斩就是非常非常变态的。好了，一个元神出鞘打过来，落地还要再打这个乾坤10连斩。这一套基本上再来一套就差不多，一个小红豆下上起手，元神躲开全屏攻击，下上起手回身，再一个 AC， 不用 AC 了，直接下上了啊，直接下上了。反正血的这个乾坤10连斩的血量是非常非常多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是第3关啊，传说中应该是按照咱们这个设计的话，就第4关了。马上就是第5关，再往后呢，基本上就是什么呢？基本上就是什么狮驼岭这先是盘丝洞，然后狮驼岭，最后呢这个老鼠精啊，反正这个关底还是很多的。小叔认为这个《西游轱辘传》的这个孙悟空到底有多少关？你算算啊，有第1关平顶山，第2关这个叫什么枯松涧火云洞，第3关叫通天河，第4关叫车迟国啊，第5关呢咱们叫盘丝洞，第6关咱们叫狮驼岭，第7关呢叫陷空山无底洞，第8关叫火焰山啊。你想想一共有8关啊，其实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也就那么点妖精啊。如果要真把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这些妖精全都做完了啊，我感觉就没谁了啊。比如说什么玉兔精比如说什么玉兔精什么女儿国国王啦，像这些啊，这我觉得应该挺好的。好的，直接推出去，传说中水啊，这个推过去之后呢，咱们这样的话直接就是跳到下一个地图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
好了，先放一个雷电解。接下来这个 BOSS 呢，其实他走的路线可以选择走这个这传说中这个百足怪啊，也叫白眼，也不能叫白眼啊，多目怪，反正就是那个蜈蚣啊，这个肚脐眼长个眼睛啊，当然这个跟蜘蛛精是师兄弟的关系啊，都是道教的啊。然后当然呢，咱们这个跳过它之后呢，咱们直接打这个蒙面抠鼻女侠啊，就这个啊，就这个雕像啊，咱们。这个不是，当然我怎么说的有点过了啊？传说中这个叫传说中的蜘蛛女侠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抄袭这个美国版的蜘蛛侠啊？衣服都一样的。咱们可以看到，站在这个位置上虽然说是可以，但我建议啊，大家伙呢最好是站在左上角那个骷髅，或者一开局的时候呢，直接跑到这个蜘蛛的后面。好的，直接回身一个无影刀回身，哎呀，被打中了一个小必杀。一个无影刀捡起来1000分，然后再一个元神出鞘，小红豆3个，选择了一个乾坤10连斩，回身打起来呢是有一个1000分，元神出鞘打回去，捡起来再一个 AC， 漂亮，要死。这个乾坤10连斩的血量啊是你们完全理解不了啊，非常变态的，而且你看这个版本啊给你的小红豆给的非常多。所以说这个小红豆多呢，意味着你随时随地可以让自己变成这个大万啊！当然这个小红豆呢，如果能攒9个啊，我觉得就无敌了。所以说当时的设定呢，只能让你攒3个，它这个设定还是比较嘚儿的。好，看看现在这边马上呢是大蜘蛛精，这个大蜘蛛精啊，这个基本上也是被誉为这个比较鸡肋的这么一个 BOSS。如果说是他不出来的话啊，基本上就属于一个特别嘚儿的。但是在大蜘蛛之前呢，是有2个火蜘蛛啊，但是怎么看怎么跟火没有关系啊，像是雷蜘蛛一样。好了，看看这2只蜘蛛呢啊，这2只蜘蛛不像大水怪一样啊，你是打到一定程度就合体，不是这两种蜘蛛呢，你必须要这个完全打死，然后呢才能让它这个勾引出这个大蜘蛛出来。好的，回身往里拍，看来还是这个回元功比较过瘾啊，能拍10下，再拍1下。好了，双杀，这样的话呢啊，这些游泳的小妹子嘛，直接沉底了啊，直接就沉底了。小火扇先放出一个大万，然后呢选择元神出鞘，再打元神，然后用这个回元功去拍，一共拍10下，不用拍10下，基本上拍着拍就下去了啊。9，还真要拍10下啊，10下，好的，刚刚好。9下的时候呢，受到伤害就下去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大约在10秒钟左右啊，这个蜘蛛还会在这个重生。不过呢，血量没有满，还是现在的这个显示的这个血量。好了，把自己的金属性的东西全放掉，留的呢是咱们的这个照射镜，这也是在后期打这个大幻魔非常好用的一个道具。冰扇呐、照射镜啊之类的，都是打这个大幻魔非常好的一个道具。好的，还是选择用这个会员弓，反正小红豆多，就是拍。你看会员弓拍完之后呢，你就什么气儿都没有了啊。好了，再小红豆元神，一个上下手的必杀打回来之后呢，再一个回元弓，2、3，好了，再拍2下就死了，再来1下，漂亮。这个会员弓的血量呢啊，它不多也不少，当然呢啊，这个它能拍10下。严格来讲，像这种体型比较庞大的人，而且呢受到伤害之后呢，站起身的时间非常的短，啊，所以说呢啊，他就这个比较适合用这个还原弓去打的。这样的话，先是狮驼岭，狮驼岭呢是比较浪费时间的一个关底，因为呢你先要打这个大鹏王，然后在中期的时候打白象，白象呢还要这个遁入这个八卦炉里面，然后呢再往后呢才是这个青狮怪。当然呢再往后我也只能说啊，3个 BOSS 本身就浪费时间。咱们看，先是这个大鹏怪，这个大鹏怪呢，这个血量是它的硬伤啊，它厉不厉害咱先不说啊，它血量太少了。就咱实话实说啊，你基本上你大不了你猥琐点玩啊，就用一些这个，比如说就是长满气儿元神出鞘，然后呢下跳跑，或者说是前跑，这个地图拉得很长，因为从左到右呢，基本上可以贯穿2个屏幕。你想想啊，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屏幕，好的，长气儿，先是引出一堆鸟，勾引出这个大鹏王，然后再元神，2个元神，然后再回元弓去拍，3、4、
4、5。好的，打中几下是几下啊！他血量非常少，但尽管你这个回员弓拍他拍的血量并不是很多。好的，先放一个蜜，一个小红豆下上起手，再来下上，这是打血最多的啊！这关是金属性的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火克金，但是小龙女也是金属性的，就没有主场和客场之分。所以说呢，咱们看看现在是轻松的干掉了这个大鹏怪，也是传说中这个是传说中这个妖精里面啊最厉害的一个人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大鹏怪啊，传说中这个如来佛祖的娘舅啊，因为这个说是娘舅吧，按理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啊，是他姐姐啊把这个如来佛给吃了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当然呢，咱们先不扯这个啊，在吃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咱们还是要解释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其实《西游记》里面最厉害的，就已知啊分析里面最厉害的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这个黄眉啊，黄眉这个道童，就是这个弥勒佛，也就是未来佛啊，弥勒佛的这个手底的小道童啊，据说他是最厉害的，因为他的法宝实在是太逆天了。好了，看看现在这边打回去，你听着有人在笑啊。其实再往前走呢，一会儿就有一个阴阳五行啊，遁入幻境。这个阴阳五行的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石碑，其实就是这个白象变的啊，这个白象非常非常嘚儿。好了，咱们可以看到阴阳五行这个碑上面还有个缺口啊，太嘚儿了。好了，上来先一个元神，感觉这么玩，你们是不是看起来很像西游这个射手弹 Super， 比 Super 还简单？确实是这样的。他其实还是禁掉了那个大必杀，如果那个大必杀给他用的话，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基本上一个大必杀将近，你现在打这么多血吗？基本上有现在打的这些血的80%，非常非常多的啊，这个血量。好了，先是放一个蜜，然后呢把自己气儿加满，可以看到啊，300万是奖命，在正常的 Super 版本当中呢啊，就是100万就奖了。好了，连续的下上。咱们可以看到啊，哎，怎么持续的时间这么长？刚刚掉下来一个玄冰斧，直接悬死，我去，赤裸裸的秒杀啊，赤裸裸秒杀。好了，血还没有自动消失之前，这个怪物还是不消失的。你像有的时候吧，这个怪物被秒杀掉了啊，被秒了之后，那个血它不降的非常慢嘛啊，这个血减的非常慢，有的时候你就要等。你比如说，你像这个打牛魔王的时候，可以无限鞭尸。你无限鞭尸之后呢，你把牛魔王第一次上来先把牛魔王鞭死，这样牛魔王不是要跑吗？他跑了之后回来之后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所以说他跑了之后呢，还是会被你打死。但是呢，这个血一直在减啊，你也就只能一直在等。好，咱们可以看到这有一只白玉狮子，这个白玉狮子是可以推的啊。好啦，一个会员往里拍。这就没谁了啊！拍这个蝙蝠跟玩一样，那血量蝙蝠更没谁了。再拍一下，好了，直接全部拍死。这白玉狮子右爪挠这个球啊，为毛生了个球啊？好了，咱们可以看到现在一会儿呢，就是真的是有一个狮子，有一个这个青狮王，也是曾经大闹天宫的主啊。这个在那南天门呢啊，吃掉了天兵天将啊，自认为自己能吃所有的东西。后来呢？这个在《西游记》当中呢，是把这个孙悟空给吃了啊！这个你说你这个世界上再牛逼的人也不敢说吃孙悟空的。你比如说像那个黄眉最后不是弥勒佛让他吃这个孙悟空，然后这个孙悟空变成一个西瓜嘛啊！反正但凡你再牛逼的妖精，你吃孙悟空那等于找死啊！那就是找死。好了，一会儿会有2棵树，这是一棵不会走路的大树啊！给他打死之后呢，有2棵小树。好的，一个蜜捅过来，捡起来这个加湿器。这里面这个加湿器看起来特别像那个龙宫里面的宝物啊，这个龙珠一样。好了，那么据说集齐7颗龙珠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啊。好了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我祈祷这个世界和平。那中国足球夺冠嘛啊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回员弓啊。什么招赖玩什么啊，就是各种这个利用一些这个，比如说跳斜压跳的回员弓啊 ，AC 的乾坤10连斩啊，能用就用。一会儿呢，咱们看一下有青狮，在这个阶段节骨眼上呢，咱们可以先把气儿长成差不多。好的，这样的话2个小万啊，
2个小腕就可以练这个元神出窍，1个小腕呢是可以练这个下上升龙。然后呢，1个大腕呢就是可以这个乾坤10连斩呐，什么这个什么乾坤10连斩，什么灰元功啊，什么超级大必杀，就是小狼说的那个。哎，怎么看？怎么又有树啊？好了，这个树啊，这个没有血量，但是呢，看得出来不是很弱啊，这个基本上也是很肉的。看看现在这些小蜥蜴，当然打这个怪啊，这个你不像这个《西游轱辘传》，很多人认为这个不是《西游轱辘传》，很多人认为这个，哎呀 ，Super 里面特别简单，这个小兵打2下就死，哎，说特别简单。其实呢，这个《西游轱辘传》Super 里面打2下就死，小兵是这么设计的。但是呢啊，这个你看像 Super 里面，不是像这个《群魔乱舞》里面，还有这个普通这个《西游轱辘传》里面呢，他这个小兵是要打4下才能死，但是他的智商远远没有 Super 里面的难。啊，智商的那里面就是你看打2下能打死，但是智商非常高，也就是 AI 特别高。啊，这里面用4下是能打死，但是其实无所谓。好的一个冰住之后，再来一个冰，然后把气儿长满，可以用乾坤10连斩，下上起手。好了，再来下上。好了，长气儿可以再放一个小道具。好了，无限压起身，用这个座椅啊，用这个虎皮座椅。或者说是豹皮座椅，然后把这个小怪卡到这个右上角。好的，连续的下上，可以看到啊，好的，再下上，这个血呢一直在往下减，伤害掌握的非常不错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狮头岭这关也过了。那接下来呢就是陷空山、无底洞和这个火焰山。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说一下，这里面你要攒点宝，你像那个宝塔，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之后的这个大幻魔来攒的。宝塔呀、照射镜啊之类的啊，攒着没什么坏处。好的，看看现在呢是陷空山无底洞，这个传说中属精逼婚记啊，就是你妈逼你结婚了吗？啊，金克木。其实我一直在想啊，老鼠怎么跟木有关系呢？啊，老鼠是木属性的，它应该设计的啊，这个老鼠是木属性，我完全怎么说呢？因为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，这个老鼠居然是木属性啊，设计的也是挺嘚儿的。而且这个关于你像这个老虎傻分不清楚啊，我说这个老虎呢，它也是这个木属性的。正常咱们都知道啊，按照医学里面讲说老虎是金属性的啊，但是这个当然这个说是医学吧，只能说是中医啊，老中医。好的，可以看到元神这一关呢，整个的关底来讲呢，就只有一个 BOSS， 就是这个老鼠精啊，传说中老鼠逼魂记，你们也懂的啊。这个老鼠呢，为了获得唐僧的这个厚爱，跟唐僧合理的成为合法夫妻，结为这个夫妇，这样的话呢，唐僧的肉啊就可以这个唐僧肉虽然说吃不着，因为自己夫君吃不着啊，但是唐僧的这个副产品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每次解说的时候都要黑一下这个唐僧啊，黑一下这个迈克尔唐僧，大家都了解，就是说这个不黑他不行了啊，因为这个太招人黑了啊，这个人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现在呢是这个往前拍。这个地形呢，其实就是浪费你时间，拍着啊，你看打这些小兵清完之后，就是一个啊，师傅救命啊，你看啊，不能说师傅救命啊，徒儿救命啊，然后叭你就跳下去，结果呢发现啊，非常非常的深，就还给你一个特写，就是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呢，给你一个跳过的特写，什么意思呢啊？就落下来的时间非常长。这个呢啊，咱当时写着那么写，说是无底洞，其实无底洞呢也是有底的。啊，这因为老鼠打洞嘛啊，但是这个无底洞呢，它牛就牛在哪儿呢啊？就是如果要是特别深的话，你说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这个《地心游记》，是不是抄袭咱们这个《西游传》的某一个桥段的啊？我也不太清楚。这是第一，第二呢是啥呢？第二就是说，你看啊，按照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地球这么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说你看啊，你比如像这个澳大利亚，它的这个地球的另一面就是英国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说如果要是真说是无底洞的话，是不是穿越了啊？这个老鼠精其实是在另一个国度啊，另一个大陆里面啊，反正也没准儿，开玩笑啊。当然咱们可以看到这地方会给你一个火云刀，一会儿呢出门打老鼠这个地方呢啊，基本上正常都是用火云刀来打的啊，这个火云刀特别适合来清老鼠，基本上2个就差不多。好的，选择用血杀也无所谓，反正给你很多的这个血。
好了，还剩下5个这个老鼠。好了，打完之后老鼠就彻底没了。这样的话，直接来到下一个地图。这个地图呢，其实也并不是终极的地图啊。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全是一些小小的鼠精，给这睡觉啊。而这些小老鼠精呢，明显看出来都是小女孩啊。这个你们懂的。为什么老鼠都是女孩呢？啊，还有这个老巫婆啊，骑着扫把啊，咱们还喝酒，颇有这个梁山水婆的风范啊，确实是碉堡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是一顿凤凰涅槃啊。其实说这个小龙女呢，她是金属性的啊，这个也很牵强，因为根本就是原创出来这么一个人，再加上啊，她原神出鞘是凤凰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按照凤凰来讲呢，我个人觉得《西游记》里面讲凤凰啊，那肯定是要比这个龙要厉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凤凰这个就是2只啊，一个凤一个凰啊，这个凰是生了2个孩子，一个是大鹏，一个是这个孔雀。啊，当然这个也就这么回事儿，但龙呢，你看一直受压迫啊，龙有9子，什么饕餮还不是什么玩意儿呢啊，各种，还有一个大海龟啊，喜欢背着重的东西，还有一个人愿意叫啊，反正是龙这些孩子每一个长得不一样啊，我都怀疑这是隔壁老王家生的吧啊。好的，可以看到现在呢是。打这个扫把的老巫婆，这有严重的这个西方因素，它这个设定非常好啊！你想想啊，如果按照我当时的设想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老鼠呢，它毕竟无底洞嘛，很可能它是地球的另一边，哎，它是地球另一边的话，很可能就是西方文化啊！当然呢，开玩笑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的，可以看到现在呢，这边是这个前鼠王，那刚上来呢是这个，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只需要练一个大必杀，它就会跑。好的，连续的拍，好了，可以跑了。一个快速的闪身，咻，咔咔一个瞬身之术啊，卡斯么西诺基兹啊就跑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一会儿呢是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打到他刚才尾巴那个位置上，然后这个位置呢有无敌位，但是呢免不了他全屏攻击。在这地方的前期你可以先长一下气儿，然后呢放一个蜜，把自己的变成隐身状态。当然，其实你怎么玩都行，你在这里放定也行。但是这个宝物呢，你要配合的好。好了，这样的话是金克木。哎呦，这就是咱们可以看到，先是开局先是练了一个这个乾坤10连斩，捡起来之后呢啊，放一个蜜，然后把这些宝物，因为你克它的时候呢，可以先爆出一部分宝物，所以说这样的话，咱们看长气速度非常快。然后呢，下上起手，因为它下落的非常缓慢啊，这个，所以说呢，你基本上就无所谓。它基本上降到一半的时候呢，你就一顿下上，然后呢落地呢也把气儿长满了。这么打呢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怪物凭什么咱们会用灭，这个怪物不会用灭啊？这个太嘚儿了。好了，一顿下上。这个很多人问啊，为什么要看宝？其实看宝呢，就是防止你这个摇招摇的这个不稳，因为你看宝呢，你当前这个人就是固定在这儿啊，固定在这儿，你不会乱动啊，因为你看宝嘛，你不会乱动的。这个你比如说像摇元神之前，很多人都是选择用这个 C 看宝，前正摇手，100%出元神，你不会转身，不会整这个，不会整那个啊，不会出现投技之类的那种感觉啊，所以说这个比较简单。啊，这个大家伙也可以选择这个自己来试一下。这样的话呢，倒数第2关也打完了。前鼠，咱们看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哪儿啊？你跳起来落地位置，哎，咱们大摆，跳起来的时候落地为什么还要捂着裙子呢？啊，这是高低我有点忍受不了了。好了，最后一关是这个不是陷空山顶啊，最后一关是火焰山。这一关一共有4个 BOSS 啊，传说中是。牛魔王1啊，5个 BOSS 啊，按理说应该是啊4种 BOSS， 牛魔王1、牛魔王2，然后呢这个火龙，再然后呢就是这个幻魔和大幻魔。其实呢啊，个人觉得也就那么回事。咱们看这个火焰山呢啊，需要一个这个特别牛逼的扇子才能过去。其实在这里面呢，完全跟扇子没有关系了。把牛魔王打死，按理说就应该过了吧？结果呢，唐僧还出现了心魔，所以说他设计呢，在第一版本当中，《西游释厄传》第1版本当中呢，最终的 BOSS 呢是牛神，在这里没有这个牛神这么一说啊。好了，咱们可以看到是你老祖宗啊，
这个是谁啊？是谁敲开了寡妇大门？是谁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在这里吆喝啊？是你老祖宗啊？这个小龙女还是一个女汉子啊？最可耻的，如果你选这个红孩儿的话啊，特别嘚儿。如果你选红孩儿的话，保唐僧西天取经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牛魔王一出来啊，是谁在这里叫唤啊？然后红孩儿说一句是你祖宗啊，我感觉这个剧情设计的特别不合理。咱们看这个牛魔王拿着一个洗衣服的镐把子啊，就是传说中这个当时你记不记得啊？这个你看着一般河边或者江边，很多人去洗衣服啊，然后呢，很多女的洗衣服拿这个镐把子啊打那个敲衣服。啊，敲完之后不是就干净吗？啊，就这么回事。好，咱们可以看到，把牛魔王卡在那个位置上啊，太嘚儿了。好的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在 BOSS 出来的一瞬间，可以选择用这个，比如说类似于像什么小冰扇呐，比如说像第3关有水关那个 BOSS， 或者说像这个牛魔王，你可以把它卡在里面啊，你可以自由活动，否则你不是不能动吗？正常你是可以自由活动的。比如说你在这个一定时间内往前跑，大水怪不是往那边一顿翻，这时候你可以跑出屏幕外面。如果要是配合的话呢啊，你在屏幕外面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啊。当然如果全屏的话除外。咱们看现在呢，马上是云雾世界，这样的话牛魔王呢是赴宴回来之后呢，还要给你再打一个回合。这个回合呢，你是可以把牛魔王直接打死的。好了，这个元神。牛魔王呢，还是会跟刚才废的血一样多。你看他血现在是缓慢的废，这个就是之前打的多少血量。如果你追地直接追到死，他现在呢就出来了，从出来到最后，你就一直在躲着他，或者说你就躲吧啊，反正他就一直这么废血，基本上的啊20来秒钟，最少得20来秒钟，没办法，你这个不是说你浪费时间，你是因为他一直在废血，你可以看到啊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不过呢，也就废到一定程度，因为咱们这次呢并没有刚才给他打死，所以说废血呢咱们就只能你看废到这儿就停了。你如果要是像这个之前呢啊，这个很多人玩，很多高手玩，利用无限拍把牛魔王直接拍死，就即使他逃了，然后你再抓着他，他也是山屯子。好了，变成自己的儿子啊，但是到底是不是他儿子呢？咱们也不太清楚啊。如果要没记错的话，跟太上老君应该是有这个分不开的关系。好的，火云刀。一顿这个往下拍，好了，元神，再选择用这个混元功。其实这个混元功我觉得吧特别磨叽，它是很厉害，能拍10下，也就是说你无敌时间非常的长，就主要是这个无敌的时间。好了，前可以追地了，早干什么来着啊？你看一顿跑啊，刨根问底儿拦不住就别拦了呗啊！这一关呢，最终的 BOSS 呢是火氪金啊。当然呢，其实你不管你是啥，他都克你。这个除非是你像这个沙悟净，你可以选择克他啊。当然呢，他也是很猛的。这个当然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关的关底呢是火龙，火龙呢基本上能卡住的情况下呢，就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变态啊，不像这个那种所谓的什么禁地啊又进气儿，只能用 A 那样打火龙，确实是挺讨厌的。好了，再把气儿长满，长到这个位置上。下跳回身，然后一个元神卡住位。元神是不管你有多少血，小兵你肯定会被卡死的。好的，长满气儿，再一个元神顶过来。哎呀，那个小兵非常逗啊。好的，1000分，捡起来还有个雷电戟，3个雷电戟。这个位置卡住蝙蝠，打死之后呢，火龙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好的，再一个元神，下上骑手长气儿，报给你一个1000分的这个气儿包。但是呢，不用管它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火龙从这个炼狱里面飞出来，这火龙长得非常帅啊，非常的像这个西方那种龙，长着翅膀的龙。你正常啊，这个正常的咱们都知道啊，这个长翅膀的龙呢就是终极的龙。咱们正常的啊，据说这个就是蛇呢啊，蛇修炼500年，还不是修炼多少年呢啊，这个长腿了就变成龙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龙呢就是第一个形态叫蛟。然后呢，第2个形态叫什么？反正那个字儿就是一个竖弯钩啊，一个竖弯钩，左边是一个虫，那字念什么也忘了啊。后来的龙还在长翅膀呢，说长翅膀的龙是最终极的龙啊。这个，反正你看这个什么蛟龙啊，蛟龙，这个蛟龙就是比较弱啊，这个龙比较级别比较弱。当然，在咱们中国这个形态里面，最牛逼的龙是有人形的啊。
这龙有人形的。其实呢，为什么要说龙呢？啊，这古代为什么说是咱们是龙的传人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，而且这个皇帝呢是龙。其实龙呢，咱们就是说实话啊，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啊。当然呢，咱们现在我这么说呢，有点吹牛逼成分在哪儿呢？因为这个虽然说我不认同，但是你不能证明它存在。但是经过分析啊，这个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古代的时候不有图腾吗？啊，图腾。你比如说像这个大禹有熊氏啊，就像比如说就供奉一个什么，供奉一个熊啊，你像这个有供奉狗的啊，有供奉这个什么什么供奉什么凤凰啦，可能也有啊，供奉这个蛇的啊，就是拿它当做自己族的这个图腾。你想啊，族呢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咱们比家庭稍微大一点一个小部落。后来如果统一的话呢，那你说那用你的龙还是用你的狗啊，还是用我的蛇呀？啊，还是用鹿啊，还是用老虎啊？这用哪个都不好，对吧？我统一了都说用我的，咱们综合一下吧啊，全统一综合一下，说用这个爪子那个鼻子的这个咔拼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就是现在这个龙啊。它为什么说是这个一定要不存在呢？它不存在的东西，就意味着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至高无上的。它一旦存在的话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万物相生相克啊。你看这个，包括五行也是相生相克。你说这个，如果你要是你设计出来一个东西，有人能克你，你比如说，假设你是这个，假设你是这个老鼠猫克你啊，你是猫狗克你啊，你是狗什么狼克你之类的啊，反正各种各样的克。反正我的意思呢，大家伙儿应该能懂啊。其实就是说什么呢？设计出来一个非常牛逼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它不存在，也就不存在是谁克它啊。所以说呢啊，这个当皇帝呢，保自己江山有余。好了，由于有这个乾坤10连斩，打这个大蝎子非常的简单，利用 Y 轴的这个短的无敌时间，长气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啊。咱们还是要用前什么下跳啊，什么前手左右之类的来顶。好了，可以看到啊，他这个能自残，可以把这个蝎子打死。这个蝎子是最难的一个点。所以说呢啊，有的时候不是说怕这个幻魔，而是怕这个小蝎子，非常赖啊。再跟有乾坤10连斩的啊，这个输出就非常高。好的，玄冥府，再来一个加湿器。可以看到加时器啊，基本上加到满时间，其实也无所谓。如果给他打死的话呢，你也可以进入到大幻魔的时间，这样的话时间会就是有一个给人重置的感觉。当然你没有重置的感觉，你必须要这个进入幻境才可以，但基本上打的没有那么快。所以说基本上到后来为什么要给你一个灭啊，以及要给你一个这个加时器，就是让你留着要用。咱们看一下，要死啊！乾坤，好的。要危险，下跳回身，前追地，好了，8、9、10，躲一下啊，要不然很危险。再找这个机会，可以看到一直把什么塔呀、什么这个什么冰扇呢，全都放在这个位置上啊。这个一会儿呢啊，打这个秒这个大幻魔就可以了。大幻魔呢，虽然说非常厉害，但是它没有幻魔这么多血，它只有1管多一点。所以说咱们看一下，现在呢是这个蝎子，每个人都想要卡蝎子。好了，这次卡住了啊，真的卡住了蝎子。好了，传说中的宝塔镇河妖啊，这个天王盖地虎，小鸡儿炖蘑菇，宝塔镇河妖啊，蘑菇放辣椒，是一顿大宝塔。传说中的这个燃灯古佛啊，给这个好了又开始深井兵，给这个李靖的这么一个宝塔啊。陈塘关总兵照射镜，可以看到说秒就秒啊，一会儿要遁入幻境了。好的，他选择放一个大招，然后变小躲一下，元神出鞘，再变小，变小的时间很长，一个照射镜直接遁入幻境。这个时候可以放一个灭，然后来躲一下。不过呢，这个也可以选择把他打死，不过咱们没有存灭啊，就尽灭。先放一个灭，把自己变成隐身状态，然后把气儿先长满，回身下上起手，直接一个回元功。其实啊，如果要是菜鸟玩的话啊，灭呢，其实实话实说啊，确实是很难提高技术，
因为灭呢，它进入幻境呢就是要克你的，因为每个人他的游戏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是吧啊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你要是有灭的话，就直接把这个环节给跳过去了。这个当然呢，这个它也不是没有难度。为什么说有难度呢？有什么难度呢？就是说你要是减灭的话，你要占一个宝格子啊，你要占一个小宝格。所以说呢，这样的话它也不是不难，但是难点也是那么回事儿啊。所以说很多人玩说要禁灭，其实你就算浪费一个宝盒，你在这里面你浪费那个时间，浪费那小红豆什么定珠之类的，你不如这个一个灭给它灭掉啊。这个咱们看，想要一命通关，现在就剩一点血了。基本上在这里打死的话呢，一会儿啊就是这个放什么玄冰斧啊之类的。好了，又是放这个小红豆，一顿下上，在最后一点的时候掌握时间非常好，一顿下上，一顿拍5、6，哎呀没拍着，6、7、8，最后一下能不能拍到？好的，拍到了，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啊！当然了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2个玄冰斧加一个诗恶剑，必死无疑啊！或者说是像雷电戟，反正全平了，基本上如果诗恶剑的话就死了，如果雷电戟呢那没招啊。好了，再一个雷电戟 KO， 最终呢啊，咱们也是这个通关。其实看起来好像跟这个西游赊传 S 啊，感觉挺像，就是难点在小兵这个血量比较多，然后呢优点是咱们可以练乾坤10连斩，仅此而已。这样的话，咱们今天这个视频也是暂时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，也是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，解说的我都饿了啊！看着蝎子这么好吃，一会儿吃点螃蟹什么之类的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到此就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。